就在那张照片被曝光的瞬间，整个短剧圈的评论区集体沸腾了。没有预告，没有官宣，只是一张现场工作照，翟依莹侧身站在灯光下，马小雨低头俯视她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，就是那个距离，让无数网友看了整整3秒钟，然后齐刷刷地打出同一句话，与 quote 这个 CP 我先磕为敬。与 quote 短剧圈今年最让人期待的组合，在还没播出1集的情况下，已经先把观众的心拿走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注定不平凡的相遇。翟依莹第一次看到《直到日落》的剧本是在某个普通的下午，她后来说自己只看了3页，就合上本子发了一条消息给经纪人，接了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不是翟依莹第一次凭直觉做决定。2025年，她接《太阳的背面》的时候，剧方给她发了完整剧本，她一口气读完，当天就回了合同。那部剧后来让她一人分饰3角，成了她在短剧赛道上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。翟依莹的直觉向来是准的。说起来，翟依莹走进短剧这个圈子其实也不算太久。2023年，她还在大3，第一次接触竖屏短剧。那会儿整个行业还在摸索期，很多人觉得短剧就是与 quote 快餐与 quote 拍完就算，没多少人真的在乎演技。翟依莹偏偏不这么想，她进组之前会把人物小船写满好几页，每个角色的过去，害怕什么，渴望什么，她都要弄清楚才肯开机。就这样一路走来，到2026年1月，她搭档姚冠宇主演的《半糖青梅》上线，24小时热度冲到8561万，同时拿下红果平台热播榜、新剧榜、热搜榜3榜冠军，创下平台近3年单日热度最高纪录，收藏超过76万，点赞破130万。紧接着2月，昼以继夜播出，红果观看量破20亿，一个接一个的数据，一个接一个的记录。但翟依莹说，她从来没有停下来庆祝过，看完数据就又去看下一个剧本了。与 quote 短剧行业特别卷，可能一放假就跟不上别人。与 quote 他是那种一旦停下来就会感到无聊的人。最长的一次休息，连休了1周，前3天还好，到后面就开始看剧本，开始想剧组里那种所有人拧成一股劲的感觉。所以当直到日落找上门来，翟依莹没有犹豫太久。但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站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是马小雨。如果你们有在追短剧圈的动态，马小雨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。他是出了名的与 quote 剧抛脸与 quote。什么叫剧抛脸？就是每一部剧里的他，你都感觉在看一个不同的人，不是靠造型，是靠那种从里到外散发出来的气场。190厘米的身高，加上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轮廓，往镜头前一站，不说话都是戏。马小雨进短剧圈的经历，说起来带着点命运的味道。他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念表演，大学还没毕业，有一天去健身房，被一个导演看见，就这么入行了。但中间也走过弯路，在杭州打工的那段时间，收入连房租都不够，不得不回老家。就在那个节骨眼上，机会来了。他签下第一部短剧，片酬低，排期紧。没有人预料到，这个190厘米的年轻人会在1年之内打进短剧圈最顶端的位置。2025年，他的新作《恋爱》上线，24小时播放量破5000万。网友给他发明了一个词，与 quote 剧抛脸的天花板与 quote。他们说，马小雨的表演有一个绝技，用小动作传递大情绪。转戒指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在算计什么；舔后槽牙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压着的是什么情绪。那种细节不是靠脸，是靠对角色的真正理解。而现在，这个人要和翟依莹站在同一个画面里了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寻常，就是从那张照片开始的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组合的化学反应值得期待，别忘了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说真的，当直到日落的消息刚出来，第一波反应最强烈的是2家粉丝。马小雨的粉丝在评论区打出一排与 quote 莹莹镇住他，女主加油。与 quote 翟依莹的粉丝回
语 quote 你家哥哥要负责语 quote， 然后两边粉丝抢着磕 CP， 比工作人员发物料还积极。但你们知道吗？让观众真正集体语 quote 失手语 quote 的是那组流出的现场工作照。照片里两人不是在拍正式对手戏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场景间隙。翟依莹回头看了一眼，马小雨低头凑近，说了什么，镜头没有收声，表情却全都在。就是那一眼，让评论区炸了。有人说，语 quote 这一眼放进剧里是名场面，放在现实里是被 CP 磕死的证据。语 quote 有人说，语 quote 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好像光都会往他们那边跑。语 quote从审美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组合的爆点逻辑其实很清晰。翟依莹走的是温柔而有力量的路线，她的笑容很软，但眼神里有韧劲。她的角色永远不是哭哭啼啼等人来救，而是自己先扛着走了3段路，再决定要不要接受帮助。马小雨给人的感觉则完全相反，表面上是那种让你觉得靠近不了的冷，但她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叫做语 quote我在看你语 quote 一暖一冷，一软一硬，一个靠近，一个等待。这种张力在短剧里从来都是最容易爆的配方，而让这次合作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故事本身的底色。直到日落不是一个简单的霸总追妻的故事，剧名里有日落，有时间流逝，有某种不可挽回的东西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凡是近2年真正出圈的短剧，它的核心情感一定不只是爱情，而是爱情背后的那一层，选择与放弃，坚持与离开，时间给一段关系带来的重量。翟依莹曾说，她接剧有一条标准，角色要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语 quote 变化语 quote， 不是设定变了，是内心真的被打开了，被打碎了，再重新拼起来。从这个标准来看，直到日落刚好踩在他最期待的那条线上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期待哪一场戏？翟依莹哭的那场，还是马小雨终于开口说那句话的那场？现在来说说这件事更深的意义。短剧行业走到今天，已经不再是那个语 quote 谁流量大谁就能卖票语 quote 的时代了。观众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挑剔。你看翟依莹的片单，她每一年都在试图做一件不一样的事，从最初的甜宠女主，到一人分饰3角的悬疑，到现在这部带着时间重量的情感剧。她没有守着一个成功的模板反复用，而是每次都冒一点险，每次都往更难的方向走。马小雨也是，她完全可以靠着那张脸和那副身材接100部语 quote 霸总追妻语 quote， 但她最有意思的时刻是那些细小的几乎要被剪掉的表情，那些东西不是帅出来的，是演出来的。当这2个人站在一起，你能感觉到一种默契，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靠真本事活下来的人，都知道一部好戏值多少，都知道敷衍的代价是什么。这不只是一个热度组合，这是2个认真对待表演这件事的人，在某一个对的时刻，在对的故事里，第一次遇见了彼此。短剧圈最好的化学反应，从来不是2个顶流碰撞出来的烟花，而是2个彼此都在成长中的演员，在对的故事里，刚好同时到达了。我们可以期待很多事情，期待翟依莹在这部剧里能有多少种眼神，期待马小雨那些小动作会出现在哪些节点，期待2个人第一场正面对手戏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但最期待的还是直到日落正式播出的那一天。到那时候，那些在评论区磕 CP 的网友，那些第一时间截图那张工作照的人，那些说语 quote 这个组合我先磕为敬语 quote 的观众，你们会发现，你们等待的那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等这部剧，请点击关注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